当离开火焰悬崖之后，楚风那悬着的心也终于是落了下来。毕竟只要离开火焰悬崖，那就等于回到了伏魔少羽和伏魔仙儿的地盘，有伏魔咒的克制，他们已经不再惧怕远古吞天兽。可相比于楚风，伏魔仙儿却仍是心有余悸。楚风都已经不害怕了，可是伏魔仙儿的脸上却仍布满了恐惧。我真是没想到，我平时经常欺负的远古吞天兽，竟然真的这么可怕。想一想，祖辈居然能够和那么可怕的怪物抗衡，那将是何等修为啊！难怪奶奶一直说我伏魔一族落寞了，现在的我们与祖辈的差距也实在太大了。伏魔仙儿后怕之余，不由感叹道。不过相比于伏魔仙儿，伏魔少羽则是更关心他们能否顺利的离开此地。毕竟眼下万事俱备，能否成功在此一举了。楚风兄弟，以你的戒灵之术，用这鳞片做成铠甲，应该不难吧？伏魔少羽对楚风问道。不难。楚风说做便做，立即动用戒灵之术，将他们捡来的鳞片做成了铠甲。这远古吞天兽非常巨大，正常来说，一道鳞片的面积就足够他们做成铠甲了。而他们则是捡了4道鳞片，剩下的1道鳞片，伏魔少羽和伏魔仙儿都不要，于是便给了楚风。至于楚风，则是小心翼翼的将那道鳞片放入了乾坤袋之内，保存了起来。这远古吞天兽的鳞片虽然不能用来修炼，但却也是稀缺之物，哪怕留着作为纪念，也是颇有意义。一切准备就绪，楚风以及伏魔少羽和伏魔仙儿都给老婆婆留下一封告别书信之后，便启程了。起初一切都非常的顺利，通过远古传送阵，他们很快便离开了吞天世界，并且直接向凤仙上界的方向而去。只是自从进入远古传送阵之后，那通过远古吞天兽所制成的铠甲便开始损耗，并且那火焰果实融入体内的阵法，要不了多久就会消失，就需要吞食新的火焰果实才能维持住阵法，但那阵法却无法仿制，这也就导致体内的阵法难以维持。毕竟那火焰果实的数量是有限的，而当铠甲损坏严重，火焰果实的阵法渐渐消失，便导致这链接远古传送阵的结界隧道也是变得很不稳定，那个模样就好像随时都会崩塌一般。明明都已经离开吞天世界，为何还会这般？楚风眉头紧锁，眼前的变化超乎他的理解。正常来说，只要离开了吞天世界，那封锁结界就应该已经摆脱，他们就应该恢复正常。但现在的情况显然没有那么简单。楚风兄弟，有何不妥吗？伏魔少羽问道。我也不知道为何会这样，只是正常来说，我们既然已经离开了吞天世界，就不会再受那封锁吞天世界的结界束缚。但是现在我们似乎还是没有摆脱那束缚，这样下去不是办法，很可能会导致结界隧道崩塌，卷入时空漩涡之中。而落入时空漩涡可是非常危险的。楚风说道。会不会是因为我们的身上还穿着鳞片铠甲的原因？会不会是这铠甲影响了我们？伏魔少羽问道。也有可能，但无法确定。楚风说道。这还不简单，既然已经离开了吞天世界，那么这些东西也就没用了，脱掉就好。伏魔仙儿还以为眼前这不正常的变化是因为身上的鳞片铠甲所致，于是他说话间就将身上的铠甲脱了下去。住手！见状，楚风赶忙开口阻拦，然而为时已晚，伏魔仙儿已经将铠甲脱掉。而当伏魔仙儿脱掉铠甲的一瞬间，他便被一道时空漩涡吞噬，消失在了楚风与伏魔少羽的眼前。楚风兄弟，该怎么办？见自己的妹妹被卷入了时空漩涡，伏魔少羽顿时慌了。脱掉铠甲吧，不然可能就找不到你妹妹了。而楚风知道，他们3人明明都在一起，之所以只有伏魔仙儿被卷入时空漩涡，可他与伏魔少羽却安然无恙，乃是因为伏魔仙儿脱掉了那鳞片铠甲的缘故。虽说他们已经离开吞天世界，但无形的结界力量还在影响着他们。于是为了找到伏魔仙儿，楚风说话间便也脱掉了身上的铠甲，而伏魔少羽也几乎在同一时间将身上的铠甲脱了下去。果不其然，当脱掉铠甲之后，楚风与伏魔少羽也都被卷入了时空漩涡之中。当周遭的一切恢复正常的时候，楚风已经离开了结界隧道，落入了一座大山之中。虽然不知道这是什么地方，但楚风觉得这里一定不是凤仙上界，毕竟是在前往凤仙上界的中途离开结界隧道的。传送途中，结界隧道破裂，卷入时空漩涡是极其危险的事，他们能够安然无事，已是万幸，自然不敢奢望。已经到达凤仙上界，楚风兄弟，楚风兄弟，阵阵呼唤自远方响起，那正是伏魔少羽的声音。顺声寻去，楚风很快就找到了伏魔少羽。楚风兄弟，我妹子她好像不在这里。伏魔少羽对楚风说道。结界隧道内穿越的乃是浩瀚星空，速度极快，你妹妹她虽然只快我们一步，但所落的方位定然是有着极大的偏差。不过至少我们会在同一个世界，我们想想办法，应该能够找到她。楚风说道。只是我的身上有我妹妹的追踪符，按理来说我们在同一个世界，这追踪符就会有反应，可现在这追踪符却并没有任何反应。伏魔少羽说话间便取出一个类似护身符的物体，那上面不仅有着伏魔仙儿的气息，并且还有诸多符咒，那符咒非常厉害。楚风只看一眼就知道这是一个非常厉害的追踪符，如此厉害的追踪符应该是能够锁定伏魔仙儿的位置的。只不过这个追踪符眼下的确没有任何反应。我们刚刚被卷入了时空漩涡，时空漩涡内有着强大的时间力量，虽然我们并未受伤，但那力量还是会影响我们的灵魂，这种变化需要一些时间才能恢复。而这种变化下，追踪符捕捉不到你妹妹的位置也是正常。我看看能不能用结界之术强化一下这个追踪符的力量。楚风说话间便将追踪符接了过来，
且运用结界之术强化追踪符。而在楚风结界之术的强化之后，那追踪符闪烁起了微微的光芒，那正是伏魔仙儿所在方位的提示。尽管这提示非常微弱，但至少比之先前已是有了极大起色。楚风兄弟，还是你厉害，不愧是龙纹级圣袍界灵师，这样我们就可以找到那个丫头了。伏魔少羽说道。事不宜迟，我们这就动身吧。楚风说话间就要动身，等一下。可忽然，伏魔少羽却是抓住了楚风。怎么了？楚风问道。楚风兄弟，你看，我刚刚才夸过你，你怎么现在就丢人了呢？伏魔少羽笑嘻嘻的说道。这是何意？楚风则是一脸不解，不明白伏魔少羽为何突然说这样的话。你好歹是龙纹级圣袍界灵师，难道就没发现此处有何特殊？伏魔少羽说道。听闻此话，楚风便赶忙动用天眼仔细观察，这才发现这片山林的地底深处有着一片泉水。若是寻常的泉水也就罢了，可这泉水之中却蕴藏着雷霆，那雷霆与天级血脉相同，并且宛如具有生命一般。最重要的是，那雷霆泉水之中竟然蕴含着修武之道。楚风现在的结界之术能够抗衡4品至尊，但武者修为却始终困在8品尊者。此时山林下方的雷霆泉水神奇的与自己的血脉之力极为吻合，简直就是为天级血脉者准备的修炼之物，搞不好会让自己迟迟未能突破的修为得到突破。想不到少羽兄弟眼力竟如此利奥的。楚风看向伏魔少羽，眼中尽是感激。这泉水非常隐秘，楚风在不动用天眼的情况下根本就无法发现这泉水。若不是伏魔少羽提醒，楚风可能就要与这难得的修炼资源错过了。我虽界灵之术远不如你，但我伏魔一族天生感应力便异于常人，所以若是有天地奇物或者天材地宝离我特别近的话，我就能够感应得到。伏魔少羽很是得意的说道。这个能力可非同一般啊。楚风说道。不过必须是天然的，若是有结界守护的天材地宝，我的感应力可就没用了。楚风兄弟，你既是天级血脉拥有者，这个东西刚好对你有用，自然不能浪费，快将它收起来吧。伏魔少羽说道。而他之所以知道楚风是天级血脉者，乃是之前与楚风聊天的时候所知晓的。那我就不客气了。楚风嘿嘿一笑，也不客气，便直接掠入地底之中，想要将那泉水收走。毕竟楚风他比任何人都急着突破，自然不能错过这次机会。这水只是那泉水，明明雷霆涌动，可当楚风将泉水取出之后，那取出的泉水之中便没有了雷霆，化作了再寻常不过的水。看来这雷霆泉水乃是扎根于此了。楚风兄弟，你想带走它是不行了，不如你就直接在此处进行修炼吧。伏魔少羽也是跟了过来，并且发现了这雷霆泉水的变化。可是你妹妹她……楚风有些过意不去，毕竟当务之急是先找到伏魔少羽的妹妹，她若是在此处修炼的话，必然是要耽误一些时间的。反正有追踪符，他又丢不了，但修炼的机会却是稍纵即逝。楚风兄弟，你可不能错过呀！伏魔少羽说道。好，那就有劳少羽兄稍等片刻。决定之后，楚风便直接跳入了那雷霆泉水之中。只是这雷霆泉水却也是非常狂暴之物，想要用来修炼，便需要将它们征服才行。而这也是耗费了楚风不小的功夫。之后，楚风总算可以在这雷霆泉水之内进行修炼。只是令楚风头疼的是，这雷霆泉水内虽蕴含着不俗的修武之道，而至于天地能量，楚风早就积攒足够。对于9品尊者境，楚风只是差那么一点点就可以踏入，他就只是差一个契机而已。可是就是这么一点点，就将楚风难住了。此时就像有一道大门拦在了楚风身前，只差临门一脚就能拥有9品尊者的修为。可偏偏这道大门非常的坚固，而楚风哪怕用尽力气都无法推开那道大门，这让楚风非常的无力。但楚风又不想放弃，于是他想尽办法努力的尝试突破。这种情况下，楚风开始乱了心智，甚至意识开始混乱，内心更是狂躁不安，甚至毫无预兆的就起了杀心。这是一种极其危险的状态，乃是走火入魔的状态。多少修武者一个境界就难住他们一辈子。为了突破，所有修武者都是绞尽脑汁。也正因如此，有不少人走火入魔。走火入魔者，轻则情绪失控，重则滥杀无辜，甚至暴体而亡。楚风兄弟，忽然一道声音如同雷鸣一般掠入楚风耳帘，这使得已经丧失理智的楚风忽然平静了下来。那是伏魔少羽的声音。平静之后的楚风后怕连连，他知道刚刚的自己已经进入了走火入魔的状态，幸亏是伏魔少羽唤醒了他，否则后果不堪设想。这时楚风睁开眼眸之后，本想感谢伏魔少羽，只是看到眼前的一幕后，楚风却是大惊失色。这泉水之中的雷霆竟然变得异常的狂暴，甚至一眼望去非常的可怕，那是肉眼可见的威势，宛如可以毁灭一切的威势。但是之前这雷霆泉水可不是这个样子的，怎么变成这个模样了？楚风一脸不解，他觉得这雷霆泉水的变化有些出乎意料。还不是你做的？伏魔少羽说道。我做的。听闻此话，楚风更是意外，他真是没有想到这雷霆泉水的变化会是因自己而起。难道是我刚刚内心狂躁，所以影响了这雷霆泉水？楚风正在思考之际，伏魔少羽却再度开口。楚风兄弟，你可真不简单啊，竟然修炼了极难修炼的神罚玄功。听闻此话，楚风更是吃惊。虽然他之前与伏魔少羽交谈了不少，这使得伏魔少羽知晓楚风乃是一位天级血脉拥有者，可是楚风并未与伏魔少羽说过他修炼了神罚玄功啊。少羽兄，你是怎么知道的？楚风问道。你这神雷劫都已经显现而出，傻子才看不出来。伏魔少羽说道。神雷劫？楚风眼中的金色顿时更浓。楚风兄弟，你这是什么眼神？你该不会不知道神雷劫吧？伏魔少羽很是惊讶地看着楚风。我真的不知道。少羽兄，
这神雷劫到底是什么？楚风苦笑着问道。若不是伏魔少羽说，他还真没有听说过神雷劫3个字，真的不知道。那你到底有没有修炼神罚玄功？本来以为楚风是开玩笑，可见如此认真的回答，他就不是吃惊了，而是难以置信。我的确是修炼神罚玄功，这是千真万确的，可我的确不知道神雷劫。楚风说道。既然修炼了神罚玄功，会不知道神雷劫？难道传授你神罚玄功的人没有告知你吗？伏魔少羽问道。没有，还请少羽兄指点。楚风说道。该不会你修炼的神罚玄功是不完整的吧？伏魔少羽看向楚风的时候，目光之中有些担心。这我就不知道了。楚风摇了摇头，但很快又补充道，应该是完整的。其实楚风不能绝对的确定，但他还是觉得他修炼的神罚玄功是完整的。之所以这样觉得，是因为他对自己父亲和爷爷的信任。楚风相信他父亲的本领，也相信他爷爷的本领。他觉得以他爷爷和他父亲的本领，应该可以拿到完整的神罚玄功。少羽兄，神雷劫到底是怎么回事？楚风追问道。他对这神雷劫非常的好奇。对于天极血脉，我也不是特别了解，都是听我奶奶说起的，所以先声明，我与你说的都是我听说的，若是不准，你可不能怪我。伏魔少羽说道。放心，肯定不怪你。楚风说道。其实神雷劫正常来说不会显现，只是此处这蕴含雷霆的泉水与你血脉相通，所以才会产生共鸣。我若没有猜错，你刚刚一定在尝试突破。伏魔少羽看着那雷霆去泉水说道。的确在突破，而且差点走火入魔。事实上，若不是少羽兄及时叫我，我已经走火入魔了。楚风说这话的时候虽然是笑的，但其实也充满了无奈。自从血脉觉醒以来，他突破都是相对容易的，基本上只要天地能量足够，再遇到突破契机，楚风便可突破。很少遇到寻常修武者那种一个境界需要多次闭关但却都无法突破的情况。但这一次，楚风却是感受到了那种痛苦，否则也不会心急如焚，导致失了方寸，险些走火入魔。那就对了，是因为你遇到了神雷劫，所以才让这些雷霆泉水产生了共鸣。简单的说，这神雷劫乃是你修武道路上的一道阻碍，若是突破，将会蜕变。而神雷劫共有9重，每一重的难度都是极大。不过能够遇到神雷劫，并不仅仅是修炼了神罚玄功就可以的，除此之外，还有另外一个必备的条件，就是天赋。至少要登上天雷台的第9重的人才会遇到神雷劫，而神雷劫来得越早，便说明天赋越高。我听闻天赋再强的人遇到神雷劫也大多是在至尊境，能够在尊者境就遇到神雷劫的，可谓天才中的天才。楚风兄，你这天赋有些吓人啊，难怪远古吞天兽都要将你吞噬。伏魔少羽对楚风说这话的时候，还拍了拍楚风的肩膀，毫不掩饰对楚风的欣赏。原来是这样，难怪我感觉自己迟迟难以突破，原来拦在我面前的已不是简单的境界屏障，而是神雷劫。楚风突然变得兴奋起来，他早就意识到修为迟迟难以突破是神罚玄功的阻拦，但却没有想到这个阻拦来头如此之大，并且只要突破这重阻拦，那好处似乎也是不小。神雷劫乃是好事，这可不是谁都能遇到的阻拦。不过想要突破神雷劫可没有那么简单，只是这些雷霆泉水可是远远帮不到你，你需要更多与天极血脉有关的修炼资源才可以。伏魔少羽说道。那岂不是说这些雷霆泉水就没用了？楚风眉头微微皱起，觉得甚是可惜。若是修为无法突破，那么这些雷霆泉水对楚风的帮助还真就不大。但是这雷霆泉水又是少见的好东西，就这样丢在这里，实在太过浪费。倘若能够带走，就算楚风用不到，那么对于楚氏天族的族人来说，也将有着大用。楚风兄弟，我有一种感应，这泉水下方还有修炼的宝物，只是我无法确定在何方位，不如你再观察一下。伏魔少羽对楚风说道。还有，听闻此话，楚风有些意外，因为他刚刚可是用天眼仔细看过的这方土地的，除了这雷霆泉水之外，便没有他宝物了才对。难道是自己看得不够仔细？但既然伏魔少羽都这样说了，楚风倒也是没有犹豫，而是再度动用天眼向下观看。而这一看不要紧，楚风顿时神色大变，他惊愕地发现，在此处的地底深处，果真还有一件宝物，那是一颗雷霆珠，非常厉害，远比那雷霆泉水要厉害得多。少羽兄，楚风看向伏魔少羽，内心极为复杂。倘若如伏魔少羽所说，想要突破神雷劫，需要更为强横的修炼资源的话，那么这颗雷霆珠简直就是为楚风准备的。可这颗雷霆珠与这雷霆泉水不同，这颗雷霆珠是可以带走的，并且这绝对是价值不菲之物，甚至可以说这是一颗能够掀起腥风血雨的珠子。对于天极血脉拥有者来说，这的确是极为罕见的修炼奇物。但这颗雷霆珠若没有伏魔少羽的提醒，楚风根本就无法发现，所以正常来说，这颗雷霆珠应该是属于伏魔少羽的。找到了！伏魔少羽看着楚风，找到了，是一颗雷霆珠，也是与天极血脉相连的修炼至宝。楚风很是兴奋地说道。那还愣着做什么？赶紧取出来啊！伏魔少羽说道。他虽有所感应，但不仅不知道那究竟是什么，也无法确定位置。而楚风也不犹豫，赶忙潜入地底深处，想将那雷霆珠取出来，但却发现那雷霆珠自带一重守护结界。也难怪楚风距离雷霆珠如此之近，但没有伏魔少羽的提醒，却也难以发现这颗雷霆珠。原因正是那重守护结界。那守护结界的力量不是很强，但却有着隐藏雷霆珠的作用。想必伏魔少羽有所感应，但却无法确定方位，也是因为那雷霆珠自带守护结界的原因。除此之外，还有一点，就是这雷霆珠非常的狂暴，若是破开结界，雷霆珠必然会释放雷霆，而那雷霆是极具攻击性的，甚至可能会伤到楚风和伏魔少羽。
于是楚风布置好破解结界之后，便与伏魔少羽离开地底深处，躲到了天际之上，这才催动那破解阵法。果不其然，就如楚风所料一般，当楚风催动破解阵法，破开了那颗雷霆珠上的守护结界后，地底深处便掀起了轩然大波，无数道雷霆自地底深处炸裂开来，冲天而起。一时之间，这方天地方圆数万里都被这耀眼的雷霆所覆盖，那雷霆威力极强，连空间都被摧毁。一眼望去，这方天地如同末日一般，正在遭受毁灭。楚风兄弟，还是你有先见之明，幸亏你看出这雷霆珠如此危险，否则咱们两个可要遭殃了。伏魔少羽此时与楚风皆是躲在远处，避开那雷霆攻击的同时，伏魔少羽也是忍不住对楚风夸赞起来：少羽兄，这雷霆珠对我有用，等下将其收服，我先拿来突破修为，但其价值不菲，又是你先发现的，所以本当是属于你的。今日我就先拿来用，日后我会用其他宝物补偿你。楚风对伏魔少羽说道：你在放屁呢吧？可谁曾想，楚风此话刚刚说完，伏魔少羽竟勃然大怒，一双眼眸满是怒火的瞪着楚风，那个架势恨不得要暴打楚风一顿。他这可不是装的，而是真的生气了。少羽兄，你怎么了？面对这样的伏魔少羽，楚风有些不知所措。楚风，我告诉你，若将我伏魔少羽当做朋友，以后这种话就不要再说，否则你就不再是我伏魔少羽的朋友，因为朋友之间就不该分彼此，更是不该谈利益，否则便不是纯粹的亲意，也不是真正的朋友。伏魔少羽指着楚风说道。而听到这里，楚风才意识到了事情的严重性。没想到伏魔少羽平日里嘻嘻哈哈，可不曾想他对情义看得如此之重，甚至已经到了执念的地步。在伏魔少羽眼中，友情是一种无私的感情，是那种只要朋友需要，哪怕自己两肋插刀也是愿意的。他眼中的友情是不能掺杂一丝其他的，尤其是利益。而楚风刚刚的话便是违背了伏魔少羽心中的友情。于是楚风赶忙向伏魔少羽道歉，虽然他也是好心，是不想占伏魔少羽的便宜，但显然他的好心反而是伤害了伏魔少羽。不管怎么说，伤害了朋友就是不对，自然要道歉。但同时楚风却也记住了伏魔少羽的这份情谊，这样的朋友可遇不可求。可忽然间，那正在肆虐的雷霆竟然开始消散，这使得楚风和伏魔少羽皆是脸色大变。他们都能察觉到那雷霆消散乃是有另外一股力量出现，是另外一股力量强行将那雷霆压制了下去。老夫可真是幸运，本是想在此处寻找一些天脉泉水，不曾想竟找到了如此奇物。紧接着一道老者的声音也是随之响起，而当那声音响起的同时，楚风注意到那原本在地底深处的雷霆珠也是被一股强大的吸力吸入了高空之上。顺势观望，只见一位白发苍苍的老者立于虚空之上，而那雷霆珠已是落到了那位老者的手中。高手，这是一位修武高手，无法确定其具体修为，但至少远在楚风之上，并且在拿到了雷霆珠之后，那位老者的手中又出现了一个葫芦，那葫芦释放出一道光束，直入地底深处。紧接着顺着那光束，那雷霆泉水竟然落入了葫芦之中。楚风分明记得，只要雷霆泉水离开那片土壤，就会立刻化作寻常的泉水。可是此时被那光束笼罩的泉水却依旧雷霆涌动，这让楚风明白，那老者手中的葫芦绝对不是寻常的葫芦。不过这不是重点，重点是那颗雷霆珠也被那老者拿走了。前辈，这颗雷霆珠乃是晚辈先发现的。楚风抱拳说道，他态度很是客气，只是想讲明情况，希望这位老者能够明事理，将这颗雷霆珠归还自己。是你发现的又如何？现在他在谁手中便是谁的。那位老者说道。你这是强抢！伏魔少羽怒声说道。听闻此话，那老者忽然笑了，他笑的是那样的不屑。小鬼，老夫就是强抢，你有何不服的吗？看好了！老者说话间掀起了衣衫，露出了他腰间的令牌，而那令牌之上赫然写着左丘天族4个大字。老夫乃左丘天族，左丘韩训，若有不服，可来左丘天族找我。说完此话，那位老者便扬长而去。虽然人不见了，可是他的笑声却还在这方天地回荡，那笑声是如此的猖狂，令人心生不爽。这个混账老东西竟然敢抢我们的宝物！楚风兄弟，你可知这左丘天族是何来路？伏魔少羽对楚风问道。他虽贵为伏魔一族，见多识广，知晓许多连楚风都不知晓的事，可是毕竟从小在吞天世界长大，对于这圣光天河的格局并不了解。但是伏魔少羽不知道的是，楚风对于圣光天河也并不了解。天下间同名的天族也是有着不少，这个左丘天族究竟是何来路，我也不清楚。不过刚刚那位的实力不容小觑，估计这个左丘天族也很不简单。此事还要从长计议。楚风说道。楚风从来都不是一个怕事的人，楚风从来不会因为对方的强大而惧怕对方，但楚风也是一个聪明人，他知道在自己实力不够的时候，适当的还是要隐忍，所以他这么说也是在安抚伏魔少羽，不想伏魔少羽惹到不必要的麻烦。不管他是谁，敢抢我们的东西，我都要让他付出代价。伏魔少羽说道。这件事以后再说，还是先去找你妹妹吧。楚风说道。虽然伏魔少羽很是生气，但眼下对方已经走了，再者说了，就算追上去又能如何？他和楚风根本都不是对方的对手，否则也不会在刚刚眼睁睁地看着那老者走掉，所以无可奈何之下，只得先去找他的妹妹。而根据那追踪符的指引，他们很快就锁定了方位。只是在追踪伏魔仙儿的途中，他们却遇到了一件事，那是一座城池，可那城池却是有大片的建筑遭到毁坏，显然是经历了一场恶战。但这不是重点，重点是这里留下了伏魔仙儿的气息，但却不见伏魔仙儿的踪迹，并且通过那破坏的残痕来看，
伏魔少羽更是可以断定他妹妹出过手，这说明此地的狼藉乃是伏魔仙儿与他人交手所致。那姑娘可真不简单，倘若真是小辈，那可真是少见的天才啊！此等天才定然也是来历不凡。那左丘天族怕是要惹麻烦，你懂个屁啊！左丘天族是何来历？难道你会不知道吗？就算那姑娘来历不凡，但左丘天族也未必就惧怕对方。显然那场恶战引来了不少人，此事城内城外许多人都在议论纷纷。还不待楚风和伏魔少羽询问，那城内城外围观的众人便已经透露出了一些讯息。很明显，他们所说的姑娘就是伏魔仙儿，而伏魔仙儿的消失很可能与左丘天族有关。又是左丘天族，他们可真是找死！听到那些人的议论后，伏魔少羽已是气得咬牙切齿。少羽兄，你先别急，我们先打探一下具体情况。楚风说话间便飞掠而下，向在场的人打探情况。而一打探之后，也是得知这左丘天族果然是来头极大。这个左丘天族与祖武星域的那个左丘天族毫无关系可言，因为这个左丘天族实力极强，乃是圣光天河内左丘星域的霸主。而左丘星域不仅仅是中星域，更是中星域中名列前茅的存在。所以这左丘天族内高手如云。据说左丘天族族内有着多位至尊巅峰的强者坐镇。至尊巅峰是何存在？那可是只差一步之遥，便可问鼎武尊境的高手。不过此地可不是左丘星域，这里乃是吞天星域，天雷上界。所以这左丘天族也与楚风他们一样，乃是外来者。而左丘天族他们来到天雷上界的，也是有着他们的目的。这个目的还要从左丘天族的族内情况说起。左丘天族身为中星域中较为顶尖的家族，族内天才数不胜数，随便挑出来一位不是很强的小辈，可能都比祖武星域的许多天才强。这就是强大家族和弱小家族的区别。就像是一个村庄的首富，可能都不如大城市内随便一个平民老百姓有钱一样，这就是差距。而就算天才，也有强弱之分。左丘天族最著名的便是两位妖孽级天才，一个名为左丘道一，另一个名为左丘天圣。这两位都是小辈，不过左丘道一年长一些，据说已有90多岁，马上就要脱离小辈的范畴。而左丘天圣的年龄要比左丘道一小上不少。虽说如今二者的修为是左丘道一更强，但是天赋却是左丘天圣更强。据说这左丘天圣与楚风一样，都修炼了神罚玄功。而左丘天族信誓动众来到这吞天星域的天雷上界，正是为了这左丘天圣而来。左丘天圣在天才辈出的左丘天族之内，之所以能够被称为妖孽级天才，乃是因为他早在多年之前就已踏入2品至尊境。按理来说，以他的天赋，早就应该踏入3品至尊了，可迟迟没有突破，乃是遇到了屏障，并且还不是寻常的屏障。这可让左丘天族内的众人急坏了。而这吞天星域的天雷上界内有着一座天雷古阵，据说那天雷古阵乃是远古时期的阵法，虽是远古时期之物，但却有着关于它的传说。据说天雷古阵就是远古时期的天级血脉者所建造，乃是天级血脉者闭关修炼的极佳之地。远古之后，也有着不少天级血脉的天才成功在那天雷古阵内闭关突破。而左丘天族来到天雷上界的目的，就是这天雷古阵。他们想要激活这天雷古阵，让左丘天圣突破屏障，一举踏入3品至尊境。不过这左丘天圣不仅天赋卓越，更是一个浪荡的公子。平日里除了修炼，最大的爱好就是女人，所以他除了修炼之外，就喜欢到处逛，寻找那些美丽的女人，并且他还不是随便玩玩那么简单，凡是他看中的女人都会娶回家中。这左丘天圣明明不足100岁，在修武世界中乃是当之无愧的小辈，可是左丘天圣的妻妾却已有1万名之多，平均算下来，可以说每年之内这左丘天圣都要娶上不少妻妾，并且几乎都会举办隆重的婚礼，甚至有的时候一次婚礼会同时娶多位妻妾。可以想象这左丘天圣是怎样一个丧心病狂的大色狼。来到这天雷上界之后，这左丘天圣自然也没有闲着，他来到这座城池就是慕名而来，因为他听闻这座城池内有着一个较为有名气的美女。本来左丘天圣已经将那名女子选中，可谁曾想就在左丘天圣准备离开之时，伏魔仙儿却是从天而降。而伏魔仙儿是何等女子，在他的面前，就算原本算得上美女的女子也将变得平庸起来。毕竟伏魔仙儿可是仙女级别的大美女。看到伏魔仙儿之后，左丘天圣双眼都直了，立刻就对伏魔仙儿表达了爱意。而伏魔仙儿与楚风和伏魔少羽走散，本就心情不好，岂会搭理左丘天圣？可谁曾想软的不成，那左丘天圣就动硬的。于是伏魔仙儿与左丘天圣在这城中就大打出手。伏魔仙儿虽强，乃当之无愧的天才，可毕竟只是1品至尊，与2品至尊境的左丘天圣交手，显然不是对手。所以伏魔仙儿乃是被左丘天圣强行抓走了。这该死的左丘天族都出了什么败类？老的抢我们修炼至宝，小的更是可恶，竟然敢抢我妹妹，我非灭了他们不可。得知经过，伏魔少羽气得咬牙切齿。少羽兄，左丘天族有备而来，族内高手定然有着不少，我们不可硬来，还需智取。幸运的是，追踪符还能追踪到伏魔仙儿，而我的结界之术应该也能派上用场。还是先将你妹妹救出来再说。楚风说道。对，先将我妹子救出来，可不能让我妹子嫁给那种混账。伏魔少羽说道。决定。楚风和伏魔少羽便立刻启程，向伏魔仙儿追踪而去。吞天星域，天雷上界的中心区域，这里有着一座古老的大阵。这座大阵没有一丝结界之力，有的乃是无数块柱形的石头堆叠而成。那些石头绝非寻常的石头，极为坚固，乃是稀有至宝。可是现在这些石头却满是裂痕，那破败的模样
看上去仿佛随时都会碎裂崩塌。可在这些石头上面却刻满了符咒纹路，若是楚风看到这些符咒纹路，都会感叹留下这些之人的厉害。而此地便是那座大名鼎鼎的天雷古阵。天雷古阵能够帮助天级血脉者突破，并非传说。远古之后，曾有几人成功的运用天雷古阵的力量，打破境界屏障，得以突破。只不过，想要运用天雷古阵的力量，可不是那么容易的，需要花费极大的财力才能激活这座古阵。简单的说，就是需要花费价值不菲的天材地宝才行。所以，想运用天雷古阵突破的人有很多，但是真的能运用天雷古阵进行突破的人却很少。并且，这座天雷古阵是有使用限制的，那石头上的裂痕就是最好的证明。看现在这个模样，恐怕再使用个1-2次，就将达到极致，这座古阵也将会彻底毁掉，从这个世界上消失。不过左丘天族的人可不在乎这座天雷古阵是否会毁掉，他们在乎的乃是左丘天圣能否成功突破。在他们看来，左丘天圣迟迟未能突破，很可能是遇到了传说中的神雷劫。关于神雷劫，左丘天族也只是听闻，从未真正的见识过，但他们却知道神雷劫的好处，也知道越早遇到神雷劫，便代表天赋越高。所以这也是左丘天族不惜花费巨大财力购买诸多天材地宝，也要激活这天雷古阵的原因。他们就是要培养左丘天圣，要让左丘天圣带领他左丘天族走向从未有过的辉煌。所以此次来到天雷上界的左丘天族高手可谓数不胜数，就连左丘天族族长也是来到了此地。而现在左丘天族的一众高手就都聚于这天雷古阵的之外，为了激活天雷古阵，已在此处安营扎寨，建立了座座恢宏的宫殿群，将这天雷古阵围了起来。此时左丘天族族长立于一座主殿顶端，居高临下，可以看清天雷古阵的所有面貌。而左丘天族族长身旁还有一位年轻人，此人气宇轩昂，样貌不凡，而他便是左丘天族的另外一位天才左丘道一。这左丘道一和左丘天圣不仅仅都是左丘天族的族人，他们二人更是兄弟，都是左丘天族族长的亲生儿子，并且还是同父同母。所以左丘道一与左丘天圣乃是最为亲近的血缘，是真正的亲兄弟。道一，我为了让你弟弟能够突破，如此大动干戈，你会不会心有不平？左丘天族族长看着那左丘道一说道：父亲，当初修炼玄功的时候，您就将那神罚玄功拿出来过，是我资质不足，无法驾驭神罚玄功，所以才修炼了天罚玄功。我弟弟他能够修炼神罚玄功，已是证明他的天赋在我之上，而他如此年纪便遇到了传说中的神雷劫，更是证明他天赋的利奥的，日后前程不可限量。莫说父亲，您当倾尽全力帮助我弟弟成长，哪怕是我也当如此。左丘道一说道：道一，你可真是懂事啊，你弟弟他若是能够像你一样懂事，那该多好。左丘天族族长感叹道：天圣他在修炼方面也是极为刻苦的，至于女人男人嘛，喜欢女人乃是正常。左丘道一笑着说道：你也是男人，怎么没见你像你弟弟一样隔天差5的就给我娶一个儿媳妇回来？左丘天族族长说道：我将来是要辅佐我弟弟的，我天赋不足，必然要更加努力，否则当如何辅佐他呢？左丘道一说道。听到此处，左丘天族族长甚是欣慰的点了点头。虽然主持大局方面他也觉得左丘道一更适合做他的接班人，可是武者世界向来以实力说话，所以他其实心中早早的就将族长之位留给了左丘天圣。本来他害怕因为族长之位使得他们兄弟二人产生分歧，但见左丘道一如此懂事，他也就放心了。族长大人！就在此时，一道身影从远处飞掠而来，直接落到了这主殿之上。而这位正是那位从楚风和伏魔少羽手中抢走了雷霆珠的老者左丘韩迅。韩迅长老，见你如此高兴，看来是找到那天脉泉水了。左丘天族族长说道：族长大人，可真是天佑我族啊！我此行去乃惊雷山林，不仅找到了天脉泉水，更是找到了不得了的东西。左丘韩迅喜笑颜开，在他那张满是皱纹的脸上挂着难以掩饰的喜悦。这样说来，韩迅长老还有意外收获。听到左丘韩迅的话后，左丘天族族长也是来了兴趣，的确是有意外收获。族长大人，您看。左丘韩迅说话间，便将那颗雷霆珠取了出来。此物是从惊雷山林内找到的。看到那颗雷霆珠，左丘天族族长以及左丘道一皆是双眼放光。身为天级血脉拥有者，他们都看得出来这颗雷霆珠的厉害之处。是啊，我也是没有想到，在惊雷山林内会有这样的宝物，这可真是意外收获呀。不过有了它，激活这天雷古阵应该就完全没问题了。唯一还缺的就只有雷影了。左丘韩迅说道：雷影还未找到吗？左丘天族族长看向了左丘道一，父亲，去找雷影的长老们，有一些还未回来，而回来的他们带回来的雷影也并不合格，且差距极大。左丘道一说道：既然准备就绪，便不能拖延，事到如今，只能执行第二个选择了。左丘天族族长说道：父亲大人，这样不妥吧？此事若是传出，定会让族人寒了心啊。左丘道一说道：要成大事，必然要有所牺牲才行，我也是为了我们左丘一族的将来考虑，才出此下策，相信族人会体谅的。左丘天族族长说道：可是父亲。左丘道一仍是有所抗拒，他知道那所谓的第二个选择是一件多么残酷的事情。道一少爷，时间不等人啊，为了激活这天雷古阵，我们可是消耗了极大财力才买到那么多天材地宝的，而有些天材地宝有一些是有时间限制的，若是时限之内不使用，那就等于浪费掉了。况且你也看到了，那天雷古阵已是摇摇欲坠，就算我们不激活它，它可能也坚持不了多久了。我们既然准备就绪，就必须抓紧执行，若是出现差错，可就功亏一篑了。
左丘韩迅开口劝道。听闻这些话后，左丘道一点了点头，就算无法接受，他也必须要接受，毕竟这是他父亲的决定。韩迅长老，这个雷影就由你来定。左丘天族族长说道。听闻此话，左丘韩迅的脸色也是变得有些难看，但他并未迟疑太多，而是赶忙抱拳应下。遵命。这是一个艰难的差事，谁都不想做这个坏人，但是族长大人的命令，他却不敢违抗。道一，天圣呢？忽然，左丘天族族长问道。父亲，我这就去将弟弟找回来。左丘道义说道。算了，一起去吧。左丘天族族长说道。说话间，左丘天族族长便纵身而起，而左丘道一也是赶忙御空而行，紧随其后的跟了过去。楚风和伏魔少羽通过追踪符一路前行，本以为会前往天雷古镇，不曾想却最终在另外一个地方停了下来。这是一座高山林立、瀑布成群、风景如画的宝地，而在其中最高的一座山峰之巅，有着一座宫殿群。在那里，楚风和伏魔少羽不仅找到了伏魔仙儿，更是见到了那位左丘天族的天才左丘天圣，并且可能是为了方便和伏魔仙儿相处，此时那座宫殿群内便只有左丘天圣以及伏魔仙儿两个人。这左丘天圣长得可谓风流倜傥，一看就是一个花花公子。此时他正围着伏魔仙儿，还真别说，虽然他用特殊的绳索将伏魔仙儿的手臂捆绑了起来，将伏魔仙儿强行困在了座椅之上，但是他却并没有对伏魔仙儿做过分的事，反而是亲自下厨做了一大桌子的美味。看得出来，这左丘天圣和寻常的花花公子还是有区别的。正常的花花公子都是以势压人，一般遇到喜欢的都是直接强行出手，不会废话，若是对方不从，甚至会动粗。但这左丘天圣似乎更想以情动人，想用行动感化伏魔仙儿。娘子，你就尝尝这碗汤，我保证你喜欢，倘若不合你的胃口，你就打死我。左丘天圣满脸殷勤笑容，正小心翼翼地将桌上的一碗汤递到了伏魔仙儿面前。滚！可谁曾想，伏魔仙儿不仅怒骂一声，更是猛然抬起一脚，这一脚踹出，左丘天圣毫无防备，不仅自己被踹得倒退数步，手中的汤更是洒落在地，人仰马翻之下，那汤汁更是溅了一身。娘子，你可真是一个暴脾气，不过我喜欢。然而左丘天圣不仅不气，反而脸上的笑容更浓，转过身便想再从那桌上取下一道菜递给伏魔仙儿品尝。可突然之间，一道武力光柱从天而降，刚好落在了那桌子之上，强大的力量使得那满桌子的酒菜顿时化成了飞灰。这突如其来的一幕使得左丘天圣大为吃惊，抬头观望，才发现在那天际之上站着两个人，而这两个人正是追踪而来的楚风以及伏魔少羽。哪来两个不长眼的东西，竟敢毁掉我为我娘子准备的酒菜，我要你们狗命！看到楚风和伏魔少羽后，那左丘天圣立马换了一副嘴脸，不仅满面怒容，更是杀意冲天。只见其纵身而起，便向楚风和伏魔少羽攻了过来。他可不是虚张声势，是真的动了杀念，要杀掉楚风和伏魔少羽。楚风兄弟，你别出手，让我好好教训一下这个废物，我要亲自替我妹子出了这口恶气。伏魔少羽说话间，便向那左丘天圣反掠而去。左丘天圣的修为乃是2品至尊，可是伏魔少羽的修为则是3品至尊，所以左丘天圣根本不是伏魔少羽的对手。只见伏魔少羽一掌轰出，那强有力的手掌便狠狠地轰在了左丘天圣的肩膀之上。此掌落下，不仅将左丘天圣的肩膀轰成粉碎，更是将左丘天圣从虚空之上直接打到了悬崖之下。妈的，我非要将你碎尸万段不可！可谁曾想，被一掌击中的左丘天圣不仅没有退缩，反而怒吼一声，再度拔空而起，向伏魔少羽攻了过去。而此时的他修为已是有了变化，他不再是2品至尊，而是达到了3品至尊。原来在他的额头之上出现了一道雷纹，那是神字雷纹。这左丘天圣果然如传闻一般，乃是修炼了神罚玄功的。可楚风注意到，左丘天圣额头上的雷纹虽然的确是神字雷纹，但与自己的雷纹却有些区别。这区别就在于左丘天圣的雷纹雷霆涌动的并不凶猛，并且那种血脉之力的气息似乎也差了一点意思。什么狗屁左丘天族，居然连一本完整的神罚玄功都没有，这种狗屁也被称作是庞然大物。就在楚风不解之际，那伏魔少羽则是大笑着开口了。而伏魔少羽此话一出，楚风也是恍然大悟，难怪左丘天圣的雷纹会与楚风的有些区别，看来伏魔少羽说的很可能是对的。之所以会有区别，很有可能是因为左丘天圣所修炼的神罚玄功乃是不完整的。可哪怕不完整，但楚风却也不得不承认，这左丘天圣的确是有些本事。毕竟到了至尊境，所有血脉之力都将被封印。正常修武者在尊者境的时候，不仅可以通过血脉之力提升修为，还可以通过至宝提升修为，甚至很多天才可以通过血脉之力以及特殊功法，再加上至宝，能够在尊者境连续提升3品修为。但是到了至尊境，不仅至宝的力量失效，就连血脉之力也要被封印。而能够在至尊境解封血脉之力的修武者，那都是非常厉害的存在。可是至尊境的封印之力非常之强，就算能够在至尊境解封血脉之力，运用血脉之力提升修为，但真正的战力仍会遭到封锁。就比如古明渊，古明渊当年可是能够与楚风父亲齐名的天才，他的天赋在圣光天河来看可能不是极为突出，但放在祖武星域也是妖孽级别。而他也没有辜负天才之名，是能够在至尊境解封血脉之力，运用血脉之力提升修为的存在。只是虽然能够提升修为，但提升后的战力却是大打折扣。可是这左丘天圣则是不然，他的修为不仅提升，并且战力也是极强。甚至眼下伏魔少羽与那左丘天圣的修为
明明都是一样，乃是三品至尊，而是二者交手，伏魔少羽竟然有些吃力。虽然吃力，但却不至于失败，所以楚风倒也没有急着出手，而是赶忙飞落而下，将被捆绑在椅子上的伏魔仙儿解开。楚风，你和我哥是怎么找到我的？看到楚风，先前还一脸愤怒的伏魔仙儿早就喜笑颜开，那个模样还真是可爱又迷人。你哥身上有你的追踪符啊？楚风说道。我说的不是这个，我是说我被卷入那漩涡之中了，你们怎么还能找到我？难道你们也被卷入了？伏魔仙儿问道。你呀，就是太冲动了，不该脱下那铠甲的。为了怕你出事，我和你哥也是赶忙脱下来铠甲，这才被卷入时空漩涡。不过因为卷入时空漩涡的时间出现了一些差池，所以我们并没有落在同一个地点。幸运的是，我们还是落在了同一个世界。你哥身上又有你的追踪符，不然可能真的找不到你。不过没事就好。那个家伙应该没有欺负你吧？楚风问道。没有，这个家伙有色心没色胆，不敢欺负我。他若真的敢对我动手，不用你们来，我都会让他死得很惨。伏魔仙儿说道。都被抓了，还说大话？楚风笑着说道。切，那你是不知道我到底有多厉害。伏魔仙儿仰着小脸，很是不服地说道。你们两个别闲聊了，楚风兄弟，快来帮忙收拾了这个畜生。天际之上传来了伏魔少羽求助的声音。来，你们两个一起来，胆敢抢我娘子，你们两个都别想活，我要让你们不得好死。紧接着，那左丘天圣也是发出怒吼，此时的他更加愤怒了，想必是已经知道楚风和伏魔少羽来此的目的后才会如此，毕竟看得出来他是真的很喜欢伏魔仙儿，自然不会任由楚风和伏魔少羽将伏魔仙儿带走。不过对于左丘天圣的威胁，楚风只是淡淡一笑，随后手指对着虚空一指，金芒闪烁间，磅礴的结界之力便顺着手指冲天而起，那结界之力化作一条绳索，宛如蛟龙出海，直奔那左丘天圣而去。这是什么鬼东西？左丘天圣察觉到了不对，便想要闪躲，可楚风的戒灵之术连寻常的4品至尊都不是他的对手，就别说这位修为提升后也只是3品至尊的左丘天圣了。那结界绳索靠近之后，便立刻将左丘天圣捆绑得严严实实。小畜生，你倒是狂啊！当左丘天圣被捆绑之后，先前落入下风的伏魔少羽抓住左丘天圣就是一通耳光，几个耳光下去之后，左丘天圣顿时鼻青脸肿，那英俊的面容也是变得扭曲起来。但伏魔少羽倒是并没有太过狠辣的教训左丘天圣，而是几个耳光之后便将左丘天圣丢到了山峰之上。不过他也没有安慰自己的妹妹，而是将目光投向了宫殿深处。楚风兄弟，你看到那个没有？伏魔少羽指着这山峰之巅宫殿群的深处说道，而他所指的乃是一个石盘，那石盘似是一个座椅，但又不像座椅。不过那石盘上面不仅刻满神秘的符咒，更是充满远古气息，一看就是不凡之物。那个东西与天极血脉有关，我若没有猜错，应该是用来测试血脉之力的。楚风说道。楚风兄弟，你居然不认得他？枉费你还是天极血脉拥有者。这个东西叫做血脉测验石，与天雷台很像，的确都是用来测试血脉的。听说天赋绝伦的天极血脉者能够激发出9色雷霆，但很少有人能够做到。楚风兄弟，你去试一试，也许你能够激发出就是雷霆。伏魔少羽说道。哈哈，真是可笑。可伏魔少羽此话刚落，便有一阵讽刺的笑声响起，那笑声竟是传自左丘天圣。我左丘天圣天赋异禀，修炼了传说中的神罚玄功，也只能激发出8色雷霆，就凭他也想激发出9色雷霆，真是异想天开。左丘天圣很是讽刺的说道。这个家伙非常的嚣张，哪怕已经被束缚住，哪怕刚刚被伏魔少羽打的脸都变了形，但他却一直没有屈服，嘴上一直说着威胁的话，而现在竟然嘲讽起楚风来，你可真是不要脸，就凭你也配与楚风比？他随便施展点手段都能让你动弹不得。伏魔仙儿看不下去了，出言讽刺那左丘天圣。哼，一个修武多年的老东西，欺负小辈算什么本事？况且戒灵之术练得好的人，往往都是修武天赋差的人。对了，不妨告诉你们，我的这块血脉测验石，只有100岁以内的小辈才能够激发他的力量，像他这种老东西坐上去也是没用。那左丘天圣笑得更加讽刺，且更加得意了。是吗？听闻此话，原本对那个所谓的血脉测验石没有兴趣的楚风，突然来了兴趣。只见他纵身而起，随后又飞落而下，便稳稳地落在了那血脉测验石之上。楚风刚刚落下，原本寻常的血脉测验石竟有9道雷光冲天起，9道雷光相互交织，但却又颜色分明，极为耀眼。那是9色雷霆，这怎么会这样？难道说他也是小辈？见此一幕，先前还一脸嚣张的左丘天圣顿时傻了眼。哪怕楚风轻而易举地击败他，他对楚风也没有丝毫畏惧，因为他觉得他是天下间最强的天才，能够如此轻易击败他的，必然是老一辈的修武者，绝对不可能是同辈中人。但他也深知那块血脉测验石是不完整的，正因为不完整，也就有了限制。这限制就是只有小辈才能使用它。而此时楚风落在那血脉测验石之上，激发了9色雷霆，这说明了2件事。第一件事，楚风天赋极强，要远在他之上；而第二事就是楚风与他一样，也是一名小辈。一个小辈修武天赋在他之上，他已是难以接受；一个修武天赋在他之上的小辈，同时还是一位龙温级圣袍戒灵师，并且能够凭借戒灵之术轻易将他击败，这更是让他难以接受。这样的楚风让他这位向来自负的天才感觉自愧不如，那种舍我其谁的自信顿时遭到了极大的打击。能够激发出9色雷霆的人，我还是第一次看到，真是后生可畏啊！可谁成想，就在这时，一道响亮的声音忽然在天际炸响。定目观望，
楚风和伏魔少羽以及伏魔仙儿皆是脸色大变，只见两道身影立于虚空之上，正看着他们，而他们二人的腰间都挂着左丘天族的令牌。最重要的是，其中一位面容中年，但却留着一头白发的男子，看上去深不可测，实力极强。父亲大人，哥，快救我呀！看到这两位之后，左丘天圣则是大喊起来，因为那两位来者正是他的父亲左丘天族族长以及他的哥哥左丘道一。糟了！听到左丘天圣的呼喊，楚风更是暗叫不好。他已是知道左丘天圣的父亲便是左丘天族族长。他虽然看到这位的时候就知道这位不好对付，但却没有想到这位竟然就是左丘天族的最强者。这也就说明这是一位至尊巅峰的存在啊！面对这种存在，楚风他们简直连逃脱的机会都是没有。道一，去将你弟弟松绑。左丘天族族长开口之后，左丘道一也是赶忙飞落而下，想将左丘天圣身上的结界锁链解开。父亲，可是很快，左丘道一又将目光投向了左丘天族族长，那目光之中竟布满了求助，因为他惊愕地发现，以他的实力，竟难以解开这锁链。为父一直与你们说，天外有天，人外有人，你们之前一直不信，现在你们信了吗？左丘天族族长先是满眼欣赏的看了楚风一眼，随后才抬手一点，虽只是随意一点，可此举落下，那捆绑左丘天圣的结界锁链却是立刻崩裂开来。父亲大人，这两个家伙不知道是从哪里冒出来的，不仅抢我娘子，更是殴打于我。父亲大人，你可要我为我做主啊！左丘天圣被解开之后，便赶忙来到了其父亲身旁。可谁曾想，左丘天族族长竟大袖一挥，随后一道响亮的耳光落在了左丘天圣的脸上。这一巴掌下去，莫说左丘天圣一脸懵逼，就连楚风和伏魔少羽三人也是一脸茫然。这是什么情况？这个情况似乎有些不太对啊！他们可是听闻左丘天族族长非常宠溺自己的儿女，而他众多儿女之中最为宠溺的正是左丘天圣这个儿子。按照楚风他们的所作所为，那在左丘天族族长眼中绝对就是死罪。怎么现在这位极为宠溺儿子的左丘天族族长没有对付楚风他们，反而打向了左丘天圣呢？三位小友，我教子无方，让你们见笑了。我看三位小友皆是天资卓越，定是来历不凡，不知尊姓大名，来自何地？左丘天族族长说话间已是飞身而下，主动来到了楚风三人面前。不仅如此，他更是笑脸相迎，态度非常之好。我们来自何的？叫做什么名字？为何要告诉你？难道你还想赶尽杀绝，报复我们的亲人朋友不成？伏魔少羽冷笑着问道。虽然对方态度很好，可是他的态度却是非常不好。这位小友，我儿顽劣，我知道一定是我儿做错了事，得罪了你们。你放心，我会严惩于他，还你们一个公道。左丘天族族长说道。若要还我们一个公道，可不仅仅要教训你儿子这么简单。伏魔少羽说道。小友，那你说你想怎样？左丘天族族长问道。你是左丘天族的族长吧？伏魔少羽问道。在下正是左丘天族族长。左丘天族族长说道。那就好办了，你儿子强抢我妹子这件事我都可以不计较，但是你左丘天族的人抢夺我和我兄弟的宝物，这件事必须给个交代。伏魔少羽说道。我族有人抢你们的宝物，不知是何人所为？左丘天族族长问道。好像叫做左丘韩训，他抢夺了我和我兄弟找到的雷霆球。那雷霆球可是一件修炼至宝，对我兄弟有着大用。伏魔少羽说道。那颗雷霆球竟然是你们的？听到这里，左丘天族族长也很是意外，他的确是不知道那颗雷霆球是左丘韩训抢来的。看样子你也是知情的。伏魔少羽眉头皱起，脸上的不悦越发浓郁。我倒是知道那颗雷霆球，但的确不知那雷霆球是韩训长老抢夺而来。这样，三位小友，你们随我来，若是你们所说属实，我必然会给你们一个交代。左丘天族族长说道。算了，也都不是大事，就此作罢吧。楚风说道。他并不想过多纠缠，只想尽快离开此地。算了，这怎么行？那可是属于我们的东西，必须给我们一个交代。伏魔少羽说道。小友你放心，我左丘天族绝对不是不讲理的家族，倘若真的是我族人做的不对，我必然要给你们交代。左丘天族族长说道。这左丘天族族长态度极为诚恳，这种情况下，楚风三人也是不好拒绝。再加上伏魔少羽也是非要去讨个说法，于是他们便真的跟随左丘天族族长来到了那天雷谷镇。来到天雷谷镇之后，他们也是再度见到了左丘韩训，而左丘韩训见到楚风和伏魔少羽也是倍感意外。当得知事情经过，就更是意外了。他们之间发生的事，用一句话来形容再贴切不过，那就是冤家路窄。但是左丘天族族长倒也的确是一个明事理的人，当确定左丘韩训那雷霆球的确是从楚风那里抢夺而来的后，便立刻让左丘韩训向楚风和伏魔少羽道歉。而左丘韩训虽然很不情愿，可碍于族长大人的威严，竟真的向楚风和伏魔少羽道歉了。不过左丘天族族长并不准备将那颗雷霆球还给楚风，因为他要激活天雷古阵。那天雷古阵若要激活，需要不少天材地宝，其中最主要的就是与天极血脉相关的修炼资源，而那颗雷霆球将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所以左丘天族族长提出了另外一个解决方法，那就是让楚风与左丘天圣一同进入天雷古阵，共享天雷古阵的力量。而对于这个处理方式，伏魔少羽也是觉得合理，于是此时便就此定下决定。之后，左丘天族族长更是命人以贵宾之礼将楚风三人安顿在了这座临时的宫殿群之中。当楚风三人走后，其他人也纷纷离去，那宫殿之内便只剩下了左丘天族族长以及左丘韩训二人。左丘韩训则终于说出了自己的不解：族长大人，我们为天雷古阵筹备了这么久，
就算那颗雷霆珠价值不菲，但其实也不是最重要的。若顾及他们身后背景，大不了还给他们便是。您真的要让他与少公子一同进入天雷古镇？难道说此子来头极大，背景强大到我左丘天族也要讨好的地步吗？左丘韩讯问道。这3个小辈天赋皆是不凡，但我猜测来头并不大，应该是某些小势力出来的天才，否则他们不会连自己是何势力都不敢说。左丘天族族长说道。若是这样，那属下就更是不解了。左丘韩讯一脸的茫然，左丘天族族长没有直接回答，而是得意的一笑，这才说道。韩讯长老，那雷影便不必在族内选了。族长大人，难道说？听闻这句话，左丘韩讯脸色大变，随后本是一脸茫然的脸上顿时露出了阴险的笑容。族长大人英明。紧接着左丘韩讯更是向这位族长弯腰施礼。左丘韩讯已经明白了左丘天族族长的意图，但很快他那布满笑容的脸上又闪过一抹疑虑。族长大人，这3个后辈天赋如此不凡，尤其是那个楚风，不仅仅是掌握了龙变之感的界灵石，更是激发了血脉测验石上的9道雷霆，说明此子天赋极为恐怖。此等天才，整个圣光天河都是少见。这样的天才真的会是不知名的小势力出来的吗？倘若万一他是出自某个庞然大物，那我们却拿他来做了雷影，岂不是闯下大祸了？原来左丘韩讯的疑虑并不是在乎楚风的生死，而是害怕楚风身后有强者撑腰，害怕惹上不必要的麻烦。放心，我看人极准，这种可能性基本不会有。左丘天族族长则是一脸的自信，而见族长大人如此说，左丘韩讯也是放下心来。对于他们族长大人的判断力，他还是较为信服的。此时楚风3人虽然已经安顿了下来，可是楚风与伏魔少羽以及伏魔仙儿却并未分开，因为楚风有话要与伏魔少羽以及伏魔仙儿他们说。此地一步已久留，我们必须离开。楚风说道。楚风兄弟，这对你来说可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所以我们不能走，不能让你错过这次机会。伏魔少羽对楚风说道。少羽兄，我知道你是为我好，可是天下间没有免费的午餐。无论是左丘韩讯之前的所作所为，还是那左丘天族族长的名声，都说明他们不是好人，所以他们今日之举乃是极为反常。我觉得他们善待我们并非是惜才，很可能是想要利用我们。楚风说道。他之所以一开始就想离开，正是因为他感觉情况不对，他的直觉嗅到了危险的气息。可是伏魔少羽却一直坚持要讨回公道，而之前左丘天族族长又在场，楚风也不好说太多，但楚风心中始终难以踏实，觉得还是想办法离开这个是非之地才行。而现在也许就是最好的逃离机会，他们当然没有那么好心，因为他想你死。伏魔少羽说道。少羽兄，你……听闻此话，楚风顿时愣住了。他本来觉得伏魔少羽是太过倔强，只想讨回公道，而没有考虑太多，根本就没有意识到此地的危险。但是伏魔少羽这样一说，则是完全打翻了楚风的猜测。显然伏魔少羽也看出了端倪，只是这样一来，楚风就更加糊涂了。为何伏魔少羽已经看出了端倪，却还要执意留下？哥，你这是什么意思？你怎么觉得这左丘天族要杀楚风，还非要他留下来呢？此时最糊涂的则是伏魔仙儿，但是他的问题却也是问出了楚风心中的不解。妹子，这就是你平日里不认真学习的代价了。你要是像你哥哥我一样，平日里多在奶奶那里学得一些知识，就不会这样什么都不懂了。伏魔少羽没有直说，反而借机嘲讽欺负魔仙儿。哥，你就别挖苦我了，到底怎么回事？你快说啊，事关人命啊！伏魔仙儿说道。那所谓的天雷古镇是一座远古时期的阵法，这种阵法乃是远古时期的天级血脉者所打造，是用来闭关突破的，但并不是随随便便就能用的，需要大量的天材地宝才能激活。简单的说，需要付出极大的代价。只是那颗雷霆珠还真就无法激活这样的阵法，但现在左丘天族可以将这座阵法激活，便说明他们是花费了极大的财力。但是花费了这么大的代价，他们自然不会那么好心，让楚风兄弟跟着坐享其成。我若没有猜错，他是想让楚风兄弟做雷影。伏魔少羽说道。雷影那是什么？伏魔仙儿追问道。雷法是很恐怖的力量，尤其修炼了神罚玄功所引来的神级雷法就更为恐怖了，而运用这种古阵所引发的雷法将更为恐怖。若是那左丘天圣自己硬抗，多半扛不住，很可能会被雷法所杀。而雷影的作用就是替左丘天圣抗住雷罚的力量。简单的说，雷影将替左丘天圣承受雷罚，但是最终的好处却归左丘天圣所有。最后的结果就是左丘天圣修为突破，而雷影将要飞灰烟灭。自古以来，雷影都是牺牲品，但雷影也不是什么人都能做的，必须天赋极高的天级血脉拥有者才能做。先前在那山峰之巅，楚风兄弟坐在那血脉测验石上，激发出了9色雷霆，天赋比那左丘天圣还要高，自然就成了左丘天族眼中最好的雷影。不过他们可能害怕楚风兄弟知道真相之后，哪怕宁愿死也不愿意做左丘天圣的垫脚石，所以他们才巧言相待，以欺骗的方法让楚风兄弟进入天雷古镇。我若没有猜错，明日他们会为楚风兄弟和左丘天圣分别准备一件铠甲，那铠甲表面上看一模一样，没有区别，但实际上区别极大。穿上楚风小友的那件铠甲，就将成为雷影。伏魔少羽说道。该死，这左丘天族也太阴险狡诈了。哥，我们赶紧逃吧。伏魔仙儿说道。逃？你以为我们逃得掉吗？左丘天族既然有此计划，定然不会放过我们。我若没有猜错，我们已经被人暗中监管起来，况且就算能逃，咱们也不该逃。楚风兄弟，
如今可是遇到了神雷劫的阻拦，而这座古镇多半能够帮助楚风兄弟突破神雷劫的阻拦，这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我们不能错过。伏魔少羽说道。那我们要怎么做？难道偷偷的调换铠甲，让那左丘天圣做雷影，然后楚风坐享其成？伏魔仙儿说道。那肯定是不行的，那铠甲左丘天族必定精心看守，想要在他们眼皮子底下更换那铠甲，几乎是不可能的事。伏魔少羽说道。那该怎么办啊？伏魔仙儿问道。我有办法。楚风说道。你有办法？伏魔仙儿十分的诧异，他们应该会在那铠甲之上布置阵法，而我提前准备，在自己体内布置好破解阵法，就能破解掉那铠甲上的阵法，所以就算我穿上那铠甲，也不会成为雷影。楚风说道。但是你不了解那阵法，当如何破解？伏魔仙儿问道。妹子，这你就太小看我楚风兄弟了，他可是掌握了龙变之感的圣袍界灵师，而所谓雷影就是一种牺牲品，这种阵法大多雷通，所以一定难不住楚风兄弟。况且楚风兄弟还有1夜的时间进行准备。伏魔少羽说这话的时候，还特意看了楚风一眼，目光之中尽是信任，而他也的确猜对了，破解这种阵法对于楚风来说的确不是难事，这还要多亏少羽兄提醒，否则明日就算发现那铠甲不对劲，再布置阵法也是来不及了。楚风说道。咱们兄弟就别见外了，只是没有了雷影，就要你与那左丘天圣硬抗雷劫了，你可要做好心理准备。虽说你修炼了神罚玄功，早就扛过多次雷劫，但这一次运用远古阵法引来的雷劫，可绝非你之前经历的雷劫可比啊。左丘少羽说道。我应该能够应付，这都是小事，难的是事后该怎么逃脱。楚风的担心不是没有道理，他若是在那天雷谷镇之内抢夺了本属于左丘天圣的突破机会，那左丘天族肯定不会放过他们。事实上，就算不抢夺，左丘天族也定然不会放过他们。楚风兄弟，这你就说反了，你能否突破是大事，至于如何逃脱，乃是小事。伏魔少羽说道。